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林晴。就在双十节前夕，一场攸关亚太局势的川习会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据 BBC 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可能在本月底的韩国 APEC 峰会期间会面。同一天，台湾国防部通报，共军26架次军机越线，7艘舰艇环台，而赖清德则公开喊话川普，若能让中共放弃武统，诺贝尔和平奖属于你。这三个动作，外交试探、军事压力、政治宣示同时出现，让台海成为全球最敏感的焦点。而在另一端，美国商界态度转变，北京全面封控舆论，显示这场川习会已经不只是外交场合，而是一场风向测试，测的是中共的底气，也测美中关系的新临界点。英媒 BBC 中文10月8号报道，不出意外的话，本月底川习会将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举行。此时恰逢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前夕，台湾议题再次浮上台面，这会不会是川普和习近平会面触及的重点呢？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双十节前夕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重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向美国总统川普喊话，说如果川普能让中共党魁习近平放弃武统的念想，诺贝尔和平奖就有归属了。这是赖清德上任后的第2次双十谈话，赖总统指责中共围台军演，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一直试图打破台海现状。赖清德表示，如果有机会与川普直接对话讨论台海情势，他会建议川普特别留意，中共目前不仅在台海进行越来越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也正在扩军。中共的这些军事扩张活动远离大陆本土，正在使印太区域情势不断紧张。中共一旦吞并台湾，将会更有力量在国际上跟美国竞争，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最后也会冲击到美国的本土利益。所以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持续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赖清德重申，台湾正回应美国及主要盟友的关切，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我会告诉美国，台湾绝对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同日，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高级官员提名人约翰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他支持川普的立场，认为台湾应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10%， 并需加快准备应对潜在入侵的能力。美国国务院重申，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未变，仍反对任何一方以单方面行动改变台海现状。中华民国总统府10月7号公布了这段访谈的文字记录。中华民国国防部10月8号公布的共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显示，从昨天也就是7号上午6点到今天早晨6点，共侦获中共26架次军机出海，其中18架次逾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同时也监控到中共海军舰艇7艘在周边活动，空海合计达33级舰，在台湾周边实施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扰台，国军以空中巡逻、海上舰艇监控与飞弹系统部署，全程严密掌握台海周边动态，确保国家安全与飞航安全不受影响。在军事骚扰的同时，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0月8号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倒打一耙，污蔑赖清德以武谋独、依外谋独，是台海危机制造者。共军对台湾威胁增加，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0月8号召开台湾安全座谈会。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正坤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公开资讯，9月共军轰炸机轰6系列在台海当面空域活动高达14天，轰6主要是执行中长程打击，
过去多在台湾西南空域穿越巴士海峡，目标为打击关岛或西太平洋美舰。他强调，共军机舰扰台等挥区行动频率下滑，轰炸机活动则是趋于活跃，尤其是出现在海峡当面，加上部署台海周边的基建活动，可以看到过往扰台挥区行动正逐渐转换为实战兵力路线，对于台湾安全的威胁性不减反增。马正坤认为，何卫东是对台挥区行动最大推动者，这个转变与他的落马有关。张又侠治军模式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走务实战备路线，目前看得到张又侠路线特征较为明显。马正坤强调，根据中共官方公开发言等讯息，可以推估中共领导阶层现阶段没有主动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议题的意图。不过，中共确实有在必要时候采取军事行动，遏制所谓的台独分裂活动的准备。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委任助理研究员齐乐毅认为，中共规划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主要是为了解其面临的问题。共军犯台高风险期落在2035年。他说，2035年是习近平提出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战略第2步。共军去年成立信息支援部队，撤销战略支援部队，为的是应对现代战争讯息整合工作，这是联合作战基本要件。推估养成10年将迈入相对成熟期，也就是2035年。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颖佑推估，2035年是共军犯台高风险时间点，原因与人才培养有关。共军开启军改以来，2017年中共军校有拨整并，从2017年到2035年历时18年，一名入伍军官大概会到中校、上校，甚至是大校，他们会是部队真正的骨干。2035年将是共军经过新式教育人才位居要津的时候，也是共军能力养成、人才培育有所成果的阶段。面对中共的武力侵犯，台湾正准备豪猪战争进行抵御，这是一项独特的军事策略。顶级军事专家菲利普·英格拉姆在接受《太阳报》战斗计划揭秘采访时表示，豪猪战略也叫做非对称防御，台湾武装部队将动用空军、海军以及各种武器，将整个岛国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英格拉姆解释说，空军是第一道防线，负责争夺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并抵御最初波次的导弹打击。战斗机部队的骨干是最近升级的 F-16 Viper 战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第4代战机之一。此外，还有国产战机和法国制造的幻影2000战机补充作战能力。台湾海军将协助空军通过布设水雷，将中共军队渡海的路径变得异常危险，同时防止对其领土进行海上封锁，为潜在的美国增援争取时间。台湾海军拥有美制驱逐舰、潜艇和护卫舰，这些潜艇专门设计用于执行隐秘任务，对任何入侵力量都是致命威胁。台湾复杂的导弹系统被认为是其豪猪战略的利刺，是威慑的核心。英格拉姆指出，该战略依赖于庞大的、精确、机动且难以被发现的导弹库存。近年来，台湾开始更多动员民防和预备役部队。英格拉姆表示，台湾的义务兵役期已从4个月延长到1年，旨在培养更精良的战斗力量。英格拉姆说，对北京来说，这不仅仅是领土问题，更关乎国家命运。对华盛顿而言，这是红线。美智库太平洋论坛兼任资深研究员兰若斯教授认为，自1979年以来，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也遵守台湾关系法，依法有义务透过出售防卫性武器协助台湾自我防御。现在，川普总统与前任总统一样，也维持了这2项政策。国际关系学者钟志东指出，川习会中的台湾议题或许应该从美国怎么定义美中的大格局入手。1949年以来，历经冷战时期到现在，美国不分党派，美台关系始终放在美中关系之下。
从大格局来看，如同美国战争部长所言，中共是印太地区危机的制造者。在美国的定义之下，不管反对台独还是支持台独，美国都会把中共看作安全上的对手，这个定义不会变。在这个框架内，台湾作为围堵中共的前线不会改变，半导体的战略价值也不会改变。只要美国将中共定性为头号威胁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核心及反制中共的角色也不会改变。所以美中台三角关系不能从美台来看，美中关系不好，美台关系就会好。反之，若美中关系回温和解，台美关系就会动摇，就有被牺牲掉的危机。换言之，台湾从来就是美中竞争的获利者。美中关系目前越来越紧张，就连过去一向亲近中共的美国商会也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华尔街日报》10月8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谈判代表正试图与北京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有人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要清醒，要强硬。令人意外的是，谏言者的身份，美国商会。美国商会一向反对跟中国经济脱钩，他们认为一旦脱钩，将带来巨大无法承受的代价和惨痛的后果。他们希望美国能迫使双边关系走上更平等、更可持续的轨道。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征求意见要求，美国商会上个月就中共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情况提交了报告。报告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共颠覆了25年前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所做的承诺。中共将市场改革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承诺抛在一边，借助激进的产业政策、强制技术转让和不透明的安全法，系统性的抢夺西方的先进技术，令竞争天平向中共倾斜，打造出一台经济战车。从钢铁、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等多个领域，中共由国家补贴的工业机器正在产生惊人的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不仅导致中国企业的恶性内卷，还被出口海外，扭曲了全球市场，扼杀了从东南亚到欧洲的竞争对手。中共的采购政策更加明目张胆，它明确排除外国竞争。最能充分说明问题的是名为79号文件和551号通知的内部指令，它创造了一个行业暗语销 A。 中共有一项新规，甚至要求在政府招标中自动给予国内产品 20% 的价格优势，此举将重创美国多个产业，比如医疗技术。美国商会道破了中共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一边大谈多边主义，一边却在打一场经济消耗战。中共的这场经济消耗战目的就是消灭西方竞争对手，把产业链控制在自己的手上，就像习近平大力宣扬的新三样，拿到了产业链条，却重伤了中国经济，伤害了中国百姓。中国社会怨声载道，到处是失业大军，倒闭的工厂和转让的店铺，中共官方却禁止老百姓对前途失望。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中共信息管控盯上了民间情绪，不仅网络上的政治意见被禁言，那些表达疲惫厌倦的博主和网红受到惩罚。中国已经成为乐观不下去的地方，控制百姓情绪已成为中共新的治理重点。最近，几位提倡少工作、低压力生活方式的博主被处罚，一位主张为了经济理性不结婚不生育的网红也被封号，还有一位以直言不讳指出中国在生活质量方面仍落后于西方国家的评论者也被整肃。这些被贴上愤世嫉俗者和怀疑主义者标签的内容创作者中，有2人曾拥有数千万粉丝。近几周，他们的账号被暂停或永久封禁。中共网络监管机构在9月底发起了一场为期2个月的社交媒体清理行动。根据中共网际网络信息办公室发布的通知，此次行动的目标是清除那些煽动过度悲观情绪、制造恐慌或传播努力无用等失败主义观点的内容。中国媒体项目研究机构主任戴维·班多尔斯基表示，
问题的根源在于，很多中国人面临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前景，他们会表达焦虑与不安，这种情绪具有传染性，这是中共当局感到害怕的。从言论封禁到管控人民的情绪，是中共恐惧到一定程度的反应。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共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连过去不赞成与中共脱钩的美国商会都开始告诫与中共接触要清醒要强硬，而中国人民的觉醒则是中共内心最大的恐惧。人民一旦觉醒，中共暴政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地。一旦美国和西方世界认清中共的嘴脸，就会配合中国人民合力围剿中共。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